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板高薪挖我，为他开拓新项目，项目成了，眼看年底就有一大笔年终奖，他却转手把我放进裁员名单。人事告诉我，公司减员增效，高管身先士卒，但公司不会亏待我，按劳动法赔我 N+1。我去他妈的！赔偿金连我年终1/10都不到，过河拆桥，把我位置腾出来给亲戚是吧？项目停转后，老板亲自打电话让我回去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在对手公司当上区域总监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跟老金认识已有7、8年。以前我是乙方服务项目的总监，他是本地一家不大不小集团公司的老板，我的业务水平他很满意，多次挖我去他的集团上班。可我知道他的集团说白了还是一个家族企业，因此一直也没回应他。去年年底，老金特意约我喝了一次大酒，他在酒桌上说，集团这么多年始终不温不火，主要是他之前身体不好，今年他打算大干一场，已经在外地拿下一个新项目，让我务必过去帮他。他信誓旦旦地承诺我保底100万年薪，再加项目公司10%分红，还画饼3年内集团一定上市。作为集团高层，我享有跟其他分公司一把手同等数量的期权。现在不用掏1分钱，股票上市后再行权。我当时被他忽悠得云里雾里，脑子一热，想我早晚都是要进甲方的，便答应了。过完春节，我去集团办了入职，然后直接搬到外地，一头扎进了新项目公司的筹建与运作中。说实话，这种开疆拓土的挑战还真的挺吸引我。只带一个财务和一个助理，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，一切从零开始。我一到就走遍当地所有相关单位办码头，跟合作商和相关部门连喝1星期的大酒，亲自把关招聘面试了100多号人。1个月项目公司批文全部搞定，1个半月人员悉数到港公司筹建完成，3个月项目投产运作，7个月项目公司现金流回正。4季度集团运营例会上，因为大环境收缩，集团的其他项目连收支平衡都很困难，唯有我的新项目全线飘红，竟成了年度预计分红最高的公司。会后，老金拍着我的肩膀，让我好好干，等项目稳定了，年底放我个长假，多陪陪家人。我当时还跟个二愣子似的，说谢谢老板关心，项目现在走上正轨，我已经轻松多了。回到项目后，我为庆祝取得的成绩，请手下骨干吃了顿大餐。我说集团非常看好我们，年底一定帮大家多争取点年终奖，来年大伙再埋头好好干。其实我自己也不是没有私心，按当初老金承诺我的，年终我最起码能拿50万朝上的大包。这别说是现在不景气的时候，哪怕放以前也算不错的收入了。还有不到2个月就过年了，我正憧憬着假期带家人去哪里旅游放松下。差不多半个月后，集团人事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回去处理些事情。我当时有些莫名其妙，不过也没多想，正好把探亲假一起连上，打算回去休息几天。到集团后，同事看到我还是挺客气的向我打招呼，但我总觉得他们的表情有些不太正常，好像笑得特别假，看我的眼光也仿佛意味深长。人事小孙让我去会议室等他，我坐了很久，他才报了几份文件，姗姗来迟。他关上会议室的门，我还跟他调侃，什么事这么严肃，
怪吓人的。他没有回应我，直接坐到我的对面，然后似乎不敢直视我的目光。陶总，不好意思，今年的大环境您也知道相当严峻，集团公司捉襟见肘，为了度过寒冬，所以不得不减员增效。高管作为集团骨干，有排头兵和身先士卒的示范作用，因此您在本次的裁员名单之内，请您配合我完成相关手续。他2句话说完，把一份终止劳动合同协议递到我面前。我直接懵了，你说什么？裁员？裁我？他低声说了句抱歉，然后告诉我这是公司上层的决定，他只是负责办理相关手续。这时我才渐渐反应过来，面对比我还紧张的小孙，我压抑住怒火，沉声问他：这是谁的决定？你们陈总监还是金总的？我不清楚，我得到的通知就是这样，让你们陈总来见我，这事你做不了主。小孙声音都快压没了，却还是倔强地坐在我对面。陈总这几天有事不在，他说这事全权由我负责，我可以代表公司与您沟通。我眯起眼睛，人力老总不在，就是刻意逼我，让小孙全权负责沟通，就是公司已经铁了心，没得谈喽。拿起桌上的协议，我扫了一眼，上面全是模板官话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于是我调整下坐姿，直起身问小孙：好，公司要裁员，我没话说，那我的年终奖和分红怎么处理？他应该对这个问题早做了准备。陶总，年终奖是根据企业经营效益分发给员工的福利，今年集团的情况您也知道，就算您留下来也不一定有年终奖。至于分红，您的项目总投资还未盈利，哪有什么分红之说？放屁！我终于忍不住对这个眼前的傀儡爆了粗口。我来的时候，老金亲口向我承诺100万打底的年薪，签合同之前你们也告诉我，为了避税才只签基薪部分，剩余以年终奖形式发放。我项目7个月现金流回正，后期的投资款返还就是分红。我连年底分红预算都做了，你现在跟我说没有分红？小孙红着脸对我做了个自以为人畜无害的表情。专业的东西我就不懂了。他顿了顿，不过您说的这些全都没签在劳动合同里吧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这时才发现自己小看了他，也小看了公司。入职的时候，虽然老金向我承诺100万起底，但签合同时年薪上却变成了50万。我当时有些纳闷，特地找人力总监核实了这事。老陈向我解释，我的综合薪酬由3部分组成：基薪、年终和分红。为避税，高管全都按60%比例发放基础薪酬，剩余的40%不写进合同，以年终奖名义补发。集团合同都是这样签。我算了算，只要项目成功，加上年终和分红部分，少说确实有100万以上，也就没跟他们多计较。现在想来，我还是把人想得太善良。小孙刚才说的这话，就是要跟我撕破脸，打死不认喽。这时他仿佛忽然想起什么，脸上浮起一个无比虚伪的笑容。哦，对了，公司也不会亏待您。按照劳动法规定，公司裁员会依法向您提供 N+1的补偿金。陶总，像您这么有能力的人，肯定很快能找到新工作，拿一笔赔偿金。公司也会在您的履历上美言几句，对您来说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你是在威胁我？小孙闭嘴了。我冷笑几声，把账算给他听。赔偿金？你们是去年才把我挖来的，我满打满算就1年。+1就是赔2个月工资吧？按你们的尿性，
恐怕还要以劳动法的单月工资上限封顶，3倍社会月平均工资是吧？一个月2万出头，这样我拿到手就4万多，还不及我应得的年终奖1/10。你们的算盘也打得太好了。被我说破后，小孙脸上有些尴尬。社评封顶这块，确实集团都是依法行事的。陶总，我已经向您解释过了，年终本来也只是您个人的揣测，白拿4万多块钱，您看也很好了，都抵上我半年收入。你不用说了，这条件我不接受。我懒得再跟他掰扯，直接起身去了老金办公室。到他门口，他的秘书倒没有拦我，但是办公室里空无一人。我问秘书老金去哪了，秘书说金总这几天有事外出，都不会来公司。我掏出手机直接拨打了老金电话，可是电话始终没人接听，直到我打的第6个被人挂掉了。我原本心中还有一丝侥幸，认为我可能是集团内斗的误伤，现在彻底破灭了。忍着怒火回到集团办公区，我发现自己原先的独立办公室已经被改造成项目办事处，几个人正坐在里面办公。他们见到我，一人很心虚地迎上来，说因为集团工位紧张，不好意思占了我的办公室，他已经将我的个人物品移到外面的开放式工位，让我屈就一下。我沉着脸，没有为难他。刚坐下，却发现手机上跳出好几个信息：你已被管理员移出集团管理群，你已被管理员移出分公司项目沟通群，你已被管理员移出集团资金沟通群。我找出我的劳动合同，拍给我一个律师朋友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问他我这样的情况能不能跟公司打官司。他没过多久便回复我，很难。从劳动法角度，公司按合同工资赔偿我 N+1，完全在法律上站得住脚。另外，连超过社评封顶的部分也基本要不回来。这时候，最早跟我一起去外地项目拓荒的那个财务小吴，突然鬼鬼祟祟地来找我抽烟。因为他其实是老板的一个远房亲戚，所以项目公司组建完成后，他不久也调回了集团财务部。但是他跟我朝夕相处2个多月，知道我的为人，也知道我为新项目付出了多少。当然我也没少关照他。他把我拉到角落说，陶哥，你的事我们都知道了，虽然我是老板亲戚，还是为你不值。我反倒安慰他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你好好干，咱哥俩还是兄弟。他告诉我，今年行情确实相当不好，现在全集团除了我那个项目，现金流全都无法平衡。他偷偷听人事的亲戚说，第4季度老金给大家立下军令状，要缩减人力成本50%，公司真的裁了不少人。我听了不禁冷笑，想必在他们看来，卸磨杀驴，把我砍掉就能省下不少。但最后他向我透露了一个绝密的小道消息，老板的侄子小金准备年后调到新项目接任我，反正项目已经上了正轨，他们觉得有我没我都无所谓了。直到此刻，我终于恍然大悟，原来老金跟我玩的这招叫过河拆桥。回到办公区后，坐在不太宽敞的工位里，我忽然觉得自己还是太天真，一直以为踏踏实实做事就能凭成绩说话，没想到还是被老金狠狠摆了一道。可笑我前几天还给项目上的兄弟画饼，结果自己先被人耍了。不过想到他们，我立即掏出手机，打算趁我这边正式调令还没下来，提醒他们赶紧把我签过的发票什么报了，以免以后遇到麻烦。但号码还没拨出去，
之前跟我关系不错的一个合作商老板的电话先打了进来。陶总，你们公司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他这人性格风风火火，虽然语气不善，但我听出他已经算是压着火气给我面子了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原先定期的回款，直到现在也没付。他去我们公司问了财务，财务经理却说我的签字没用，还要经过总部审批，甚至暗示要过完年才能付款。兄弟，咱合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们急的时候，我加班加点给你们干活，之前回款你说多久就是多久，哥们也卯足了劲替你干。现在年底快到了，哥们厂里上上下下100来号人都等着回家，你可不能在这时候给我掉链子啊！我心里一沉，这个老板跟我交情不错，项目初上时，我为了赶进度，和他一起连着几天几夜守在工厂里，几乎可以说他也为新项目立下汗马功劳。略一思考，我说老哥你放心，这2天我在总部，你的事我一定帮你处理好。行，老陶，我相信你为人，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。挂了电话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看来他们果然早有预谋，不止动作快，而且是做得太绝了。这时我的脑子反倒清醒起来，这样的情况恐怕不止他一家。老金一不做二不休，是要断了我那边所有关系，再换到新老总，把人情都给他侄子做。不过真当我是傻子吗？做事如做人，合作交朋友，不做亏心事，不坑朋友，这是我多年的准则。既然已经对集团不抱任何希望，我至少在走之前要把先前的事都处理干净。马上给手下的市场经理小张打了电话，我让他立即跟几家与我们有合作往来的客户全部沟通好，这2天务必提交所有付款资料，如果过了这个期限，就等年后回款吧。交代完之后，我直接去了集团财务部，财务总监张小慧也跟老金沾亲带故，是他自己人，所以他肯定知道所有情况。幸好他倒没有逼着我找到他，开门见山，年底快到了，把我那边的款子全结掉，我在公司里离职走人。张小慧一开始还跟我装傻，陶总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你不用在这跟我打哑谜了，项目财务都说审批权收回集团，这么大的变化也没人通知我，何必还在这里打太极？张小慧脸色有些尴尬，不过总算没再跟我兜圈子。陶总，一码归一码，你的事情是人资那边，财务是集团的事，怎么能混在一起呢？更何况你也不是不知道现在集团的情况，资金要协调调配，所以集团才收拢。我冷笑着看他演戏。张总，规矩之前可不是这么定的，我现在还没离职，调令也没下，名义上还是项目公司总经理吧。项目公司是全资子公司，有自己独立的财权，公司的现金流是正的，账上趴着上千万，你想要抽回来，不过我说不通吧？你如果卡我那边的钱，到时候供应商去打官司，是算恶意拖欠还是算非法转移呢？张小慧的脸彻底黑下来，也彻底跟我撕破了脸。陶总，你这是在威胁公司喽？你这么急着帮供应商要回钱，把屁股擦干净，是不是还想拿最后一笔灰色收入？我看他破防的样子，忍不住笑出声。张总，小人之心是不是你们家族的传统？你要查尽管查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每一笔钱合规合矩，倒是集团账上，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所有费用都经得起推敲了。你，张小慧脸色已经气得煞白，但最终她还是软下来。这是我要汇报金总，我不能决定，
2天时间，我会让所有经我手的费用和回款全部上报，你们审核付款，我签字走人。说完，我直接转身出门。走到外面的时候，我听到他拿起了电话。在集团待下去已经没有意义，我收拾了个人物品，直接回了家。傍晚的时候，市场经理小张给我回了电话，说我交代他的事已经全部办妥，所有供应商他一一回访叮嘱，赶在下班前全部付款，资料都已递交财务。我夸他干得不错，然后让他通知公司里所有人，经我手的报销务必也都在明天一早交给财务，2天内所有资金下款，让他一定要盯紧，钱都到位了告诉我一声。小张答应后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：陶哥，你那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我没有瞒他，把我的情况和与公司交换的条件全告诉了他，这是我最后能为他们做的事了。操！他在电话那头直接骂出了声：老板也太不是东西了，项目是你一手干出来的，现在他们卸磨杀驴，想捡现成的果子吃。陶哥，你走了，我也不干了。我安慰他别那么冲动，目前大环境不好，找工作不容易，先稳下去，以后看情况再说。如果新领导不搞事情，反正到哪都是混口饭吃，这样干着也不错。小张挂了电话后，晚上又有好几个手下联系我，他们跟小张的意思差不多，我也一一进行了安抚。毕竟我离开后恐怕不会再去那个城市，让他们因为一时意气下了水，才是对他们的不负责。隔了1天，人事小孙再次通知我去签协议。我说，你们内部应该已经通气过了吧？只要财务把钱打了，我马上就来签。小孙听我语气强硬，没办法，说帮我去问问情况。过一会儿，张小慧又给我打电话，说金总已经同意了我的要求，他们现在打款，让我现在过去签字。到公司之后，张小慧居然还想做最后的努力。陶总，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，你是集团的重要骨干，说不定以后我们还有缘相聚呢。晚点付款，集团压力也小一些。现在这千把万的钱打出去，不是便宜了外人吗？要不我帮你再跟金总说说，你不是赔偿金还受射频限制吗？看能不能特事特办，通融通融。我哼哼2声，知道他是期望最后逆转一把，讨好老金，这是我做人的原则，跟你们不一样。我大头年终都被你们吞了，还在乎多这几万吗？回款每一笔都有据可查，拖2个月，你们黑我的钱也早够付利息了吧？张小慧脸色又尴尬又难看，眼神示意了下小孙。小孙装着天真的问我：陶总，那付了钱您就会签了吧？我直接把他几份协议拿过来，签完字捏在手里。放心，我说话算话，不像某些耍阴招的小人。张小慧转身出了门，没过多久，我陆续收到合作商给我电话说钱收到了，纷纷来谢我。隔了会，小张也联系我说全部核实好了，钱都已经到账，我这才把协议给了小孙。不过我向他又要了项东西，让集团给我出具一份文件，说我不再担任分公司总经理职务，从今天起，项目公司任何事情与我无关。小孙虽然惊讶，但这事情他们也求之不得，所以很快盖完章交给了我。我转手将文件发给项目所有的合作伙伴，他们都十分震惊，问我怎么回事。我没多说，只是让他们自己长个心眼，以后跟公司合作注意重新对接。反正快到年底，我在集团的事情全部处理完，忽然竟觉得有些轻松。本来我打算好好休息下陪家人，趁着时间多，连旅行团都已经关注起来。结果没2天，
我又接到小张的电话，他的语气听起来很气愤，说今天项目上来了个新老总，姓金，年纪跟我差不多，一来就召集大家开了全体大会。小金总在会上大放厥词，说我本来就能力不足，因为在本地混不下去，才被发配到外地开发新项目。当时集团人手紧张，而且别人也不愿背井离乡，所以被我占了这个便宜。他说集团对项目的开发流程已经很成熟，只要按部就班，其实什么都很简单。而我整天看起来忙得跟陀螺一样，都是演戏给集团领导看。说到底，还是我能力不足，不能合理安排工作，并且他暗示我跟合作商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所以最终被集团裁掉了，让大家引以为戒。小张愤愤不平，说很多兄弟听他泼我脏水，差点当场翻脸，只是为了年终奖才忍到最后。我立即明白是小金提前去上任了，估计他怕我使阴招，便先扣我几顶帽子。不过我反倒安慰小张，其实我都看开了，离开集团时便没想着有什么好话，反正说几句我又不掉块肉，让他们坚持下去，辛苦1年，可不能最后白搭了。结果他听我这么说，更气不打一处来。开完会，小金留下一帮中层骨干，先是泼他们一顿，说我们是来自沿海发达地区的大集团，要不是在他们这种5线城市做项目，他们连工作都找不到，更别提还有这么高薪又体面的岗位，让他们对集团要有感恩之心。另外，鉴于我之前可能存在严重的违纪问题，所有我招进来的中层管理岗位都降为副职，留待观察。小金带去了几个亲信，把部门做了合并调整，由这些亲信负责全面监督他们的工作。最关键的是，之前老员工因为公司降本增效和岗位降职，年终奖全部减半，如果不接受的，直接签协议滚蛋。按小金的原话，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人还找不到吗？小张说他已经跟几个要好的兄弟商量过了，打算直接拿赔偿走人，反正年终奖也没指望了，谁都不想再忍这口恶气。听到这里我有些愣了，这个小金真他妈是人才，甩锅、转移矛盾、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全用了，但居然能每个都适得其反，我也是佩服他。说实话，我对老东家不是不想反击，但考虑到让兄弟们过个安稳年，我也就忍了。不过既然他们已经等不及，我便只好奉陪到底。我让小张跟大家说，先不要轻举妄动，再忍2天，我会给他们回话。挂了电话，我翻出了微信里的一个人，当地最大竞争对手的公司负责人梁总。我们之前在业务上碰到过好几次，我感觉他人不错，公司间也一直是良性竞争。但是鉴于毕竟是对手，我跟他保持了恰当的距离。前2天我在通知合作商自己离职的事情后，梁总很快来找过我，他直接邀请我去接管他那边，但我考虑到这么快换边站队有些敏感，所以跟他说打算休息一阵，年后再谈。我发了个微信给梁总，问他方不方便聊几句，没想到他直接打电话过来，开门见山就说：陶总，你们项目上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你等我1晚，明天我飞你那里，带你见一个人。我对梁总知悉一切毫不意外，毕竟圈子就这么大，这种大事换我也会格外关注。当晚，梁总给我发了他的航班信息，让我方便的话直接去机场等他。他时间比较赶，到时我们直接从机场出发。我其实心里略有些疑惑，
让我去接机，算给我个下马威吗？但第二天，当我见到他，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梁总一个人背着个书包，丝毫看不出年产值几亿的公司老总派头。他一看到我，就给了我个熊抱。老陶，我就知道咱俩有缘，你就是我命中注定的战友。我都被他搞得有些不好意思了，啥都还没由 WX 胡巴士提供全文谈，八字都没一撇呢。他带我上了辆他们公司等候已久的黑色商务车。老陶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是为了你特地飞回来的，等把你人带到，今晚还要赶回去，改天再请你喝接风酒啊。我听完这话就知道，单冲他这个人，梁总的公司我去定了。商务车开过小半个钟头，到了我们这边新开发的一片金融区。这时候我才发现，梁总幕后的大老板居然也是我们本地的。老陶，你的情况我已经跟老爷子说了，他非常重视你，希望你能加入我们公司，所以今天我直接带你来见他。老爷子很爽气，你敞开了谈。梁总口中的老爷子，就是他们控股集团的董事长周总。他把我带进周总办公室的时候，周总已经让人泡好了茶。小陶，想不到你年纪轻轻，能力这么强，长得也很帅嘛。以后我们集团新闻发言人，看来要让你来做了。一句话，整个关系都被周总拉近了。客套几句后，周总也没跟我玩虚的，直接坦白想让我去帮他，问我有什么条件和要求，他尽量满足我。虽然周老爷子和梁总对我诚意十足，但被老金咬了一口，我多少有点10年怕井绳。况且老金也变相教了我一个道理，做到我这个层级，薪酬什么都是虚的，老板有的是办法拿捏你。只有真正有胸怀的老板，才能看到更远的未来，也才有我更大的空间。所以第一次与周总见面，我没打算直接跟他谈薪资，推脱说打算给自己过年放个假，等年后再根据岗位具体商议。周老爷子没有勉强我，梁总倒是急了，你等过年没事，你那些老伙计怎么办？我可听说他们现在的日子不好过。我借坡下驴，便向周总提了第一个要求，希望他们能尽量接纳我之前的团队，他们都是我千挑万选出来的，肯吃苦，业务也熟练。因为我的事连累他们，我很愧疚，所以希望周总能给他们个机会。至于待遇和管理，全按您这边的规矩来就好。周老爷子听完我的话，对着梁总哈哈大笑。小梁，你这不是给我送一个宝，你是给自己挖了一座矿吗？他端起茶杯，小陶你太客气了，人还没到就送我一份大礼。我以茶代酒，先敬你一杯。我一下子受宠若惊，刚要客套几句，却被周总摆摆手止住。企业的根本是人，人的根本是团队，所以小陶你不必有心理负担，不是你感谢我，而是我要感谢你。从周老爷子那出来的时候，我拍了拍梁总的肩谢他。我知道他刚才其实是故意帮我引话，他却一脸坏笑。我眼馋你那几个手下好久了，先借我用几天，到时再还你。第二天，小张给我电话，梁总派人联系了他们，岗位不变，工资全部提升10%，补足年终。他抑制不住兴奋地问我，陶哥，你是不是也要过来？大伙都可想你了，等你来了，大伙要给你接风，好好感谢你。你到时候可别跟我们客气。我让他先别想那么多，好好干，别给我丢脸。小张挂掉电话后，我的心也终于放下来。不只是他们有了着落，单从这件事就看得出，周老爷子的格局确实比老金高出一大截。我开始认真思考我在周老爷子集团的定位，
以及预期的薪酬，准备在过年前后也登门拜访一次。然而，我刚放松下来没几天，却意外地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。陶然，做人不能忘本，你吃里扒外，是不是吃相太难看了？我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，小金总是吧？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。我是被你们裁员的，吃你什么了？你他妈别给我装蒜！项目员工全部离职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后面是你在搞鬼吗？我笑了，员工腿长在他们身上，他们爱去哪，是谁逼的我不知道，反正不是我。你别给我兜圈子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咨询过法务，项目之前是你经手的，出了问题你有连带责任，你最好跟几个合作商说清楚，不然出了问题，公司要追究你法律责任。我之前觉得小金是水货，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水。一通电话，先是员工，后是合作商，连什么事都说不清楚，就来找我兴师问罪。后来我打听了下，原来小张他们几个骨干离职后，连带着下面一大帮基层员工也不干了。年底本来我已经接了几个大单，项目上突然走掉80%的人，运转自然一下子出了问题。几个大客户本来都是我亲自谈的，知道我离职就已经耿耿于怀，现在再遇上单子出了问题，他们当然更加吹毛求疵，直接把公司告了，要求按合同赔偿。小金那边带去的人本来就水平不高，再加上时间短又没有实操经验，全成了空架子摆设。小金焦头烂额，居然这个时候还想的是甩锅给我，让我去擦屁股。我去他妈的！老子看他们垮了高兴还来不及。没2天，公司法务果然联系了我，给我说了一大堆法律条例，连威胁带哄骗，让我务必善后，不然公司要起诉我。我直接把当时公司开给我的文件发了过去，白纸黑字，公司红章。我离职后，一切事情与我无关，管他们怎么说。我也咨询过我的律师朋友，朋友让我安心在家睡大觉，我不肯配合。隔了1个多星期，小金又打电话过来，骂骂咧咧说了一通，最后居然还得意洋洋地显摆，公司少了我照样会赚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们为挽回单子，在当地加薪招人，但是那边本来合适的人就不多，经过之前的事，公司的名声臭了，根本招不到有用的人。于是小金想到个馊主意，从本部加钱调人过去。但是这笔账一算不得了，我们本地人工原本就比当地高不少，再加补贴和食宿等，整个人工成本一下子上升了3倍都不止。原先集团在那边建立分公司很重要的原因是图成本低，这么一来，优势直接荡然无存了。集团的小吴偷偷给我打电话，说为这事，老金把小金骂得狗血淋头，让他如果年内拿不出可行性方案，直接关门回家。但这事刚刚解决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合作商那边又出了问题。我走之后，原本几个在跟进的单子直接被小张他们带到了新公司，而就算之前留下来的老业务，小金他们费了9牛2虎之力，总算暂时维持下来。可下游供货商又不干了，年关将至，本来货就紧张，之前他们打算压人回款，被我解决后，我一走，供应商说什么也不肯再供货了。小金又想故技重施，从其他地方调货，可我们都是定制产品，重新打样，成本高不说，年底基本符合要求的工厂全部排满，根本来不及从头开始磨合。老金终于坐不住了，我在12月底接到他的电话，老狐狸装着对一切全无所知的样子，居然还来埋怨我。
小桃，你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帮我打天下吗？怎么提前开溜了？要不是下面的人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年底竟然还有这么大的事。我冷笑：金总，您是贵人多忘是吧？您把我裁掉，让小金去接替我，都忘了？哎呀，那都是误会。我本意是让小金去跟你学习学习，谁知道他们这帮人把我意思歪曲成什么样了？金总，过去的就过去吧，反正事情怎么样，我们都心里有数。咱也算合作过一场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在背后使你阴招。不过你们自己的事还是自己解决吧。我能想象到老金阴沉的表情，他隔了一会，终于不再跟我绕圈子。小桃，反正之前的事已经过了，这样你现在回来帮我官复原职，之前我们说的全部算数，年终奖我一定给你补上，业绩分红我再多考虑一些，怎么样？呵呵，把我招之则来，挥之则去，真当我是舔狗吗？我直接告诉他，已经准备入职另一家公司，然后便称有事挂掉了电话。不得不说，怒对老金感觉还是挺爽的，他为我这一次裁员风波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可是我终究低估了他们的无耻程度。第二天，人事小孙居然来找我，说要向我提起诉讼，因为我违反了竞业保护。既然事已至此，我也没什么好保留的了。我问小孙，你们有竞业协议让我签吗？有竞业补偿给我吗？他狡辩说给我的 N+1里面就包含了补偿金，滑天下之大稽。我让他再好好去看看终止劳动合同协议里面是怎么写的，别有事没事再来找我。隔了一会儿，小孙给我发了条消息，说我的职业生涯还很长，没必要为了一点小事跟集团撕破脸。如果我一意孤行，最后恐怕会得不偿失。我没有理他，直接把他拉入了黑名单。2天后，我意外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居然是周老爷子亲自给我打的。他让我这2日有空去一趟他那里。年底到了，公司准备了些年货，他也让人给我留了一份。我心头一暖，闲着没事，下午就去拜访了他。周老爷子照例给我泡了壶茶。我看到沙发前几个礼盒，周总，您找我来不只是送我年货这么简单吧？你小子满脑子机灵。老爷子叫进来2个人，他们自我介绍，一位是集团人力总监，一位是集团法务经理。人力总监向周老爷子点头致意后，当着我的面打了电话给原先老金那边的人力陈总。他说在人力圈内看到原集团发布的信息，关于我的劝退通告，认为与事实不符，因此他联合律师要求原集团撤销对我的不实污蔑，并向我道歉。法务经理补充，他已收集相关证据，如果原集团执迷不改，他将提请劳动局介入，并保留对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追诉权利。之前的人力老陈被他们搞得一愣一愣的，最后确定不是开玩笑，才说会去核实处理。通话完后，2人退出了周老爷子的办公室。我虽然知道他们也是演一出戏给我看，但依然感动不已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也举起杯子，以茶代酒。周总，您的心意我领了，您看您现在哪里还缺人？我明天就来公司报道。老爷子哈哈大笑，打电话叫人力总监马上准备合同。他说让我只管一个公司太屈才了，所以把旗下几个项目划分成2个大区，我和梁总各管一个大区。为了规避不必要的竞业风险，我被安排为华东区域总监，薪酬按之前的再上调30%，其余再根据公司业绩分红。收到人力给我的合同，
我看到年薪上面直接写了130万的数字，再不签我就是傻了。1个月过去，真正的春节年底终于到来。我在新集团的年会上再次遇到了之前的那波手下。小张看到我格外亲切，说托我的福，新公司对他们都很好，大家干劲十足。他同时给我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，我之前那个项目最终因为供应问题，单子还是黄了，公司赔了一大笔钱，也接不到新单子。听说小金已经被召回去，项目公司也开始找买家，准备割肉撤场。我有点唏嘘，毕竟是自己一手开拓的项目，但这种淡淡的忧伤很快被年会后一个惊人的大红包冲淡。入职1个月，新公司竟然给我发了一笔巨额年终奖，把我原本应得的全部补上了。我非常感动，找到周老爷子致谢，他却不以为然。这本来就是行业规矩，挖人补足年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老爷子说了一段话，至今让我印象深刻的话。他说：“人才是企业的根本生产力。我们做一个项目，前后投资几个亿，人力的薪酬不过9牛1毛，但是这1毛用好了，就能创造100倍、1000倍的利润。要是人用不好，多少钱投进去都是无底洞。这种买卖都想不明白，那不用做生意了。”我时至今日依旧以此勉励自己。这种公司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就是一个字：干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